大家好，我是怡媛。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官方才终于出了判决，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怎样解决。在第2场的时候发现到没有延迟的问题，所以官方是已经暂停了第3场。下面是他们还原当时候的情况，这里用的时间全部都是亚洲时间，也就是北京的时间。在23点15分的时候，那个主播是没有开延迟的情况下直接直播了。假设是有延迟的情况下，正常来讲他应该是在11点25分之后才可以开始直播，但是官方查到他在15分的时候就已经开播了。重点是你们看第2项他写什么，监控人员发现主播违规，开始联系主播但一直联系不上，同时未与赛事组联系报备事故。这里所讲的应该是那个主播完全没有跟官方讲他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延迟。重点是你们官方人员已经发现到他的直播没有延迟了，为什么没有马上断掉他直播，而是等到晚上11点49分有玩家发现跟官方举报的时候，官方才行动？你们是什么意思？等到玩家发现跟官方讲的时候，官方才剔除主播的直播账号，那个主播在12点11分的时候才停止直播。只是前面3句话你们就已经知道官方做东西到底有多么离谱了。我原本还想说官方只是给他账号，然后没有去监督，变成这样子的事故，没有想到是官方自己也知道他有监督，但是他没有阻止。在第2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都报名了比赛，参赛双方均联系赛事组反映主播取消延迟的问题，并表示需要禁止主播继续直播才可以进行第3场比赛。双方在等待赛事组决策的过程中，均积极联系赛事组，表示希望立刻开始比赛。赛事组经过讨论后，考虑到该事情可能对整体比赛公平性产生影响，向双方致歉，并与双方沟通是否认可第2场比赛结果。双方均主张主播取消延迟对比赛不公平。在12点17分的时候，60GT 的人就已经向官方举报了，并且说到出事了，韩国玩家在没有延迟的情况下可以看到他们比赛，这样是作弊。这个时候489也是看到消息了，也是同意 ban 掉那个主播，双方都要求延迟比赛。489要求延迟半个小时。这个时候来自489的 BK Love 他是想要马上 ban 掉那个主播，然后继续比赛，但是他认为第2场很不公平，怀疑60GT 有作弊的嫌疑，会去看那个韩国主播的直播。来自60GT的伟他也是想要马上进入比赛，60GT 的人也是质疑489他们也是会有看比赛。489的人就说他们没有看比赛，他怀疑是正常的，并且还说到他有检查到那个主播在第1场的时候是有延迟15分钟的，间接性也是暗示说其实他们第1场赢的是光明正大，因为那个主播他有开延迟15分钟，他们不可以通过那个方式去看比赛打得怎样。但是也不代表489他可以完全脱离嫌疑，因为那个主播他也是可以分享画面、分享语音给其他玩家知道，只是调整直播15分钟延迟而已，私底下没有延迟，你们也不知道的。当然还是那句，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怀疑而已。只要官方有交账号出去，有开权限的话，不管是哪一个联盟都好，都有作弊的嫌疑。但是很搞笑的地方就是举报的玩家就是来自60GT 的，而且第2场60GT 是胜利的。如果60GT 真的是作弊的话，他何须要跟官方讲？而且讲了之后，官方可能会直接取消掉第2场的成绩，反而对60GT 不利。但是对方489反而是怀疑60GT 他们作弊。而且我还想要问韩国的玩家，你们昨天在看直播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到直播的时间吗？没有发现到主播没有延迟吗？298个观众，我不相信没有一个是没有发现到的。那会看韩国频道的大多数都是韩国玩家，为什么没有人去跟官方举报？根据官方的说辞，23点49分，也就是11点49分的时候，才有人跟官方讲。这个时候直播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在半个小时的时候，60GT 的局势开始好转了，已经拿到了2个零，就建筑也是抢回来了，双方的分数也没有差特别远。这个时候才有人去举报，我甚至可以怀疑对方是看到自己不利的时候才跟官方讲。这个时候官方才跳出来说，因为第2场比赛没有延迟的关系，他们决定暂停第3场比赛，会开内部会议解决问题，之后再协商2个队伍打架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比赛已经开始了，60GT 的人已经进入了游戏，但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队友，也没有办法派兵出去，也没有比赛倒数的时间，因为官方他发布这个东西呢是在31分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游戏里面没有办法看到 DC 了。在经过2分钟之后，60GT 的人才发现到部队没有办法操控，489 100%无法认可第2场比赛的结果。因为那位韩国主播除了他没有开延迟之外，又一直点开技能点，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官方他只是询问489的意见而已，官方询问他们要不要重新打过3场，
但是489说为什么要重新做过3场？第一场是正常比赛没有延迟的问题，有问题的是第2场，也就等于说他想要取消第2场的成绩。但问题是那个主播他是韩国人，讲韩文的，大多数都是韩国玩家去观看。而且这个时候489他没有证据说60GT 是有作弊的，他们有什么权利取消第2场的成绩呢？还说到60GT不要妄想用这个方式来骗他们。489证据都没拿出来，就给60GT扣上了一个帽子。在这2天16跟17号，他们检查了133场的直播，根据不同的主播与官方直播的时间来进行核对，没有发现其他直播没有开延迟的问题。由于这个东西是后台数据，我也没有办法去检查它到底有没有延迟，只能单方面呢听官方说他2天里面检查了133场。先说主播那边的判决，由于官方监播人员失职，没有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保护赛事公平性，因此赛事组将对工作人员进行严肃处罚。我讲真的，这个工作人员不吵都没有用了，发现问题没有立刻上报，还要等到玩家发现为止。再来是那位当事主播违规了直播的规定，擅自取消了直播延迟，对比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定将永久的停止与主播合作。我也去看了这个主播的回放，其实在第2场一开始的时候，大概20多秒左右，他就有说到，但他这里说的全部都是韩文，我用翻译器去翻译了3个版本，不排除这个主播是真的故意取消延迟的。会韩文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是否翻译正确。但是官方他们并没有准备任何发生这样子的事故的应急方案，变成事件发生之后花了40分钟时间。现在他们是已经加急完善了相关方案，今后的巅峰赛中将会规定主播仅通过转播的方式播放官方直播画面而已，不会再给他们去操控了。直播设置流程不合理，提供给主播过大的操作空间，从而导致主播能够取消延迟，后续将会进行追究与惩罚。至于比赛方面，官方保持了第2场的比赛结果，他们对比了主播的直播视角与双方队伍的实际情况后，裁决这一次的直播对比赛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保留了成绩，60GT 跟489都是1-1。至于那133场的直播录像，他们会在2次检查没有问题之后，会在之后发给玩家确认。关于赛事后续的动态，他们依旧需要时间跟双方对谈，有结果之后就会给我们通知。最后一段是官方的废话，你们想看就看吧，我已经不想看了。我老实说，不管是60GT 也好，还是489也好，我觉得双方应该都不会想要打第3场了。以60GT 的角度去想，其实他们那一天打完第2场之后，他们的士气还是很高的，接着打第3场有很大可能会胜利。加上这一次的主播是韩国主播，韩国玩家看到了没有马上举报，韩国的官方人员也没有马上做出行动。在60GT 这么多华人的情况下，然而对方韩国人的敌人，他们怀疑60GT 作弊。尽管60GT 是胜利了第2场，而且是他们先举报的，然而官方并没有听取60GT 的意见继续比赛，反而是认可了489觉得比赛有问题，暂停了第3场。其实当时候封掉那个主播或者是其他可以观看到比赛内容的玩家账号全部都关掉，比赛再继续进行之后再审查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延迟了这么久，谁还想要去打？第1、第2场的战术都已经让对方知道了，要想新的战术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对于489而言，因为他们第2场输的关系，再加上出现这个事故，刚好他可以说到60GT 他们是有作弊的嫌疑。对了，这样子的事故，官方还觉得第2场的成绩应该计算，489的人肯定会觉得这样子不公平，从而选择不打第3场的比赛。在练习赛的时候，489都是一直获胜的，他们很少有输，利用这一点来怀疑60GT 他们是有作弊。当然这2天也是有收到一些截图啊、对话之类的，怀疑对方是有作弊啊、主播有问题啊、是卧底之类的。我过滤了一遍之后，发现到他们所谓的证据呢，其实真的不能作为证据。我举个例子，我怀疑对方他们是用DC用语音或者是分享画面给对方知道敌人的位置在哪里，好让他们获得胜利，但我没有证据去证明，没有语音录音也没有转播的画面，让判定哪一方有作弊，这样子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官方那边是真的有问题而已，官方那边出错。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官方新的消息，双方怎样协议，比赛到底还要不要进行？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